婆婆偷人的事我一直知晓，但念及她跟我一样是寡妇，一时寂寞难耐，也能理解。直到我给她敬茶时，她忽然干呕，我让丫鬟抄了一份大夫给婆婆开的药方，意外发现她居然怀了别人的野种，正打算暗暗打掉。我不愿生事，干脆装作不知道，本以为余生就是和婆婆相依为命。谁曾想3年后，我那本该战死沙场的丈夫居然回来了，还带了一对母子。他一回来就要贬我为妾，扶那个女人做正妻。婆婆，我为夫守寡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杨儿是一家之主，一切都依杨儿说的办吧。去死吧，毒妇！作孽！夫人，药方拿到了，这是打胎的方子。我这是重生了，还重生到了婆婆堕胎之前。不行，婆婆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打。这药不能喝。宋安宁，反了天了，你想干什么？母亲，我有要紧的事跟您说，此事关乎侯府前途，只能说给您一人听。说吧，你无端冲撞长辈，今日要是说不出个道理，我就关你1个月禁闭。母亲，您肚子里的孩子必须生下来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母亲，您不必再隐瞒，我都知道了。母亲，您唯一的儿子已经没了，这侯府的爵位和家业，多少旁派的眼睛在盯着，就等着吃绝户呢。您现在怀孕，那是老天爷开眼，您真的舍得打掉他吗？母亲，儿媳愿为您养育这个孩子，只要您悄悄生下来，对外只需宣称孩子是我领养，记在名下的。一来您往后有个亲骨肉在身边，二来侯府的爵位也能保住。果然，他其实根本舍不得打掉这个孩子。为什么帮我？你如何保证日后不会告发我？母亲，自打我嫁进侯府，您从未亏待我。如今景阳毫无音讯，我又无所出，旁支虎视眈眈，我跟您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我帮你，就是帮我自己。娘之前小看你了，好孩子，你想得很周到。婆婆最终决定留下肚子里的孩子。为了拉近与婆婆的关系，我每天亲自照料。这肚子越发大了，日后该如何遮掩过去？母亲，府里人多眼杂，不如去城外的庄子静养。对外只需谎称您思念亡故的世子，去境外的庙里为他祈福静修，谁还能说什么？这主意好，安宁，还是您考虑的周全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侯府大小事宜就交给你了。母亲安心养胎，我定好好管家。婆婆这一去，生孩子加诺月子至少大半年，我必须抓紧时间在这半年内拿到侯府实权。婆婆走后，我立刻整顿侯府，将关键位置全换成了我的。借着查账的名义，我暗挪出一大笔银子藏了起来。就算韩景阳日后真的回来，且逼我让出正妻之位，我也有银子傍身，不至于处处被人拿捏。母亲，府里府外已经统一了口径，就说是我去寺庙祈福时偶遇的契约。大师说有佛缘，便记在名下，视为嫡子。孩子的事绝不会有风言风语传出。府里的事我隐约知道一些，你是个能干的。既然我回来了，掌家钥匙你该还我了。你在府里的举动果然传到婆婆耳朵里了。掌家钥匙原物奉还，儿媳日夜盼着您回来主持大局呢。母亲您别急，府里的事儿有媳妇儿盯着，您先安心静养，等身子骨养好了，想怎么管都行。
儿媳若有二心，当初就不会劝您生下孩子了。放心，掌家钥匙您拿着，我只替您办事。也罢，不服老不行了，就依你的吧。婆婆身子骨弱，尽管名义上管家钥匙在她手里，可侯府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操持。眼下我不仅实权在手，孩子也由我抚养。有了这个孩子，就相当于握住了婆婆的一个把柄，她在我面前也不得不软下3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叫韩月，是我宋安宁的儿子，侯府的嫡子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夫人回来了，世子爷他回来了。胡说什么？世子爷战死沙场，英勇就义，怎么可能回来？是真的，人已经到前厅了，而且不止世子爷一个人，他还带回来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。果然，还好我防患于未然，筹谋3年，我不信我斗不过他。不慌，既然世子爷回来了，我们自然得去迎接他。通知婆婆了吗？通知了。景阳，万一你那个正妻不喜欢我们怎么办？他敢？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和正儿。这个女人和小孩和前世那对母子一模一样。夫君，宋安宁，你好大的架子，居然让我们等了这么久！一回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训斥我，他们果然来者不善。爹，这个女人是谁？为什么也像娘一样叫你夫君？这位是？这是我儿子，这是林柔，我的妻子。当年我在战场受伤坠崖，甚至丧失记忆，是柔儿救了我。我们2人朝夕相处，汗生情愫，如今已经拜堂成亲，生下了震儿。妻子？夫君是不是忘了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8抬大轿娶进门的妻子？宋安宁，你我之间一无夫妻之实，2无感情可言。现在我们一家3口回来了，你应该把正妻之位让给柔儿。让？我凭什么要让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但你和景阳之间没有半点感情。这些年和他在一起的人是我，我们已经拜过堂成过亲，还生下了孩子，你就不能成全我们吗？我跟夫君也拜过堂成过亲，凡事总讲究个先来后到吧。难不成日后再来个女子跟他拜堂成亲，你也要自请下堂，乖乖滚蛋？姐姐，这种事跟先来后到没关系。景阳爱的人是我，被爱的才是妻，不被爱的只能是妾。林柔，你哪来的自信，觉得他会爱你一辈子？如今他可以为了你逼我让位，日后遇见更年轻貌美，指不定就轮到你让位了。景阳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宋安宁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懒得跟你掰扯。从今天开始，林柔就是我的正妻，而你只配当妾。姐姐，其实我并不在意名分，也无意跟你争斗，只是我和景阳已经有了孩子，震儿可是景阳唯一的孩子。若我这个母亲做妾，那震儿岂不就是庶子人？只有我成为正妻，震儿才是侯府的嫡长子。姐姐，你又没有孩子，总该为夫君、为整个侯府着想吧？不错，宋安宁，你别太自私了。为了孩子，你也该让出正妻之位。我不同意。若我为妾，那我的孩子岂不就成了庶子？你说什么？你有孩子？宋安宁，我从未与你有过夫妻之实，有哪来的孩子？秋菊，去把少爷带过来，见见他素未谋面的父亲。是。你这个贱妇，不仅背着我偷人，你还敢把他带到我的面前？你在外跟别的女人厮混，生了孩子，回来就理直气壮地逼我让位，可一听说我有孩子，却暴跳如雷。韩景阳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自私自利的贱人？吵吵闹闹的在做什么？我的儿，想不到为娘还能再见到你。母亲，你来的正好。宋安宁这个贱人背着我偷人，还生下了一个野种。你说什么？野种？可不是吗？还说要带那野种来认景阳做父亲呢。我方才还想着手下留情，只将你贬为妾室，但现在我要拖你这荡妇去祠堂进猪笼。
这就是你生的那个野种。好啊，我今天连你一块弄死！母亲，也劳烦您跟儿子我去祠堂做个见证。今日我要当着韩家列祖列宗的面，将这个不知廉耻的荡妇，还有他生下的这个野种一并打死。你说你要打死韩月？你这个逆子！母亲，我是你儿子啊，几年没见，你怎么一见面就打我？你回来就回来，欺负月儿做什么？你不欺负月儿，我自然高兴。可你却欺负月儿，不打你打谁？母亲，你怎么能护着这个野种？你说谁是野种？一口一个野种的，你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母亲，世子爷原本是恭敬有礼的，这几年流落在外，许是被什么人给教坏了，才会如此无礼。你就是那个跟景阳在一起3年的林柔？儿媳见过母亲。放肆！我承认你是我儿媳了吗？哪来的乡野村妇，恬不知耻！娘，你何苦打柔儿？她这3年日夜照顾我，还为我带下一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没事的，是我节约了。伯母，您不认我这个儿媳没关系，但您总要认您孙儿吧？这是景阳的亲儿子，振儿，快叫祖母。祖母。景阳的亲儿子，快过来让我瞧瞧。走开，野种！这是我祖母。月儿，韩真，你怎么能推人？小年纪就这么霸道，大人是怎么教的？姐姐，你怎么能骂孩子呢？他还那么小，懂什么？宋安宁，振儿有说错吗？你怀里那个就是野种，振儿推他也是应该的。母亲，你个不孝子！小年纪出口成脏，还动手推人，你娘就是这么教你的？小孩子都是跟大人学的，一看就没教好。母亲，你怎么又打人？打他是轻的，带坏我儿子，教坏我孙子，留他做什么？母亲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韩愈是安宁的儿子，是我的孙子，不是野种。母亲，我和宋安宁从未圆房，这孩子来路不明，怎么能留在侯府里？母亲，世子爷一进门就喊打喊杀，要我让出正妻之位做妾，又怪我偷汉子生了野种。母亲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难道我有说错吗？景阳，你是脑子坏掉了吗？你就不会多问一句？韩愈是我和安宁收养的孩子。什么？原来如此，是我们误会了。收养的？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一回来你们就逼我让位做妾，听说我有孩子人就认定我偷汉子，对我喊打喊杀，我哪有机会说？世子爷，你以前英明神武，怎么和林柔在一起后变得是非不分了？婆婆是个护短又刚愎自用的人，直接攻击韩景阳，她会不高兴；但若把错都堆在一个外人身上，她就很容易接受。没错，景阳以前知书达理，如今这般行径，定是你在旁边带坏他，不止带坏景阳，还教坏孩子，留你不得。来人，世子救我！母亲，林柔是我的妻，谁也不许动她。安宁才是你的妻，她算什么东西？老夫人，我不求名分，也无心荣华富贵，只求老夫人对振儿好一点。振儿她不能没有母亲啊！对啊，母亲，我之所以想让宋安宁做妾，林柔做妻，就是为了名正言顺的给振儿一个名分。柔儿天真纯善，根本不想要这些名分。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，你不能让你的亲孙子当个庶子啊！母亲，若我做了妾，那月儿就是庶子。况且我是贬妻为妾，别人都会以为我犯了什么过错，以后月儿的前途堪忧啊！贱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那点手段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我的月儿绝不能当庶子，月儿的母亲也绝不能当妾。为什么？我明明为世子生了振儿，他是侯府的嫡子啊！母亲，你怎么可以又打柔儿？振儿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难道他不该当嫡子吗？夫君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，对着自己的亲生母亲如此大吼大叫？你失踪3年，母亲为你流了多少眼泪？你一回来，
不问母亲安康，不理侯府琐事，却为了个女人将母亲视作仇敌，你这是大不孝！韩景阳，你这个不孝子！母亲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老夫人息怒，夫君只是一时情急，他只想给正儿一个名分啊。想当嫡子，这还不简单？把孩子记在安宁名下，既作嫡出，振儿不就名正言顺成了侯府的嫡子了？母亲，想来林妹妹是不愿意的。只要林妹妹在一天，振儿永远不会认我这个母亲。强扭的瓜不甜，还是算了吧。只要这贱人死了，振儿年纪还小，不出几年就会忘了她，到时候认你做母，谁还知道她的生母是谁？去母留子，才是万全之策。母亲，不可啊！不可！母亲，你若要杀他，就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老夫人饶命！老夫人饶命！我不做妾了，我什么名分都不要了，我愿意做妾，我愿意做一辈子妾。夫君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母亲为了侯府呕心沥血，你怎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了个外人忤逆母亲？你眼里的孝道都去哪儿了？既然世子这么痴情，周嬷嬷，我们走。月儿乖，咱们不看这些渣东西，祖母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振儿才是他的亲孙子，韩月不过是个收养的野种，他竟然连看都不看振儿一眼。既然母亲乏了，我也告退了。人越老越疼幼子，更何况韩玉是婆婆拼了命偷情生生的亲儿女，一个从未见过的孙子，怎么抵得过他亲自抚养、视若珍宝的小儿子？安宁啊，快过来坐。母亲今日气色好多了。安宁，是景阳对不住你，他跟我解释了，当初受伤失忆，才被那女人钻了空僧。你放心，世子夫人永远是你，谁也抢不走。谢谢母亲体恤，儿媳明白。你受委屈了，往后我会加倍补给你。母亲，男人三妻四妾寻常，我不怪世子爷。我就知道你大度识大体。我如今有月儿，后半生有了指望，世子爷宠谁我都不在意。只是我担心林柔，她心术不正，绝不能让她对付月儿，更不能威胁月儿的地位。那是自然，谁敢动我的月儿，我绝不轻饶。安宁，韩震是景阳亲骨肉，当庶子不像样。我打算把韩震记在你名下做嫡子，你意下如何？母亲发话，儿媳自然没问题，只是不知世子爷和林妹妹舍不舍得。他们不同意，也得同意。这件事我说了算。宋安宁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竟然让我们住那种破败不堪的院子！世子爷为何这般生气？我的松景园屋顶是漏的，杂草长得比人还高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不能找人收拾一下吗？世子爷息怒，是我疏忽了。秋菊，夫人在，有什么吩咐？找几个人收拾松景院，别耽误了世子爷休息。对了，顺便安置一下林姨娘。那林姨娘住哪个院子呢？夫人，我想为世子爷近一些，越近越好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住春和院吧，那里离松景轩只有一墙之隔。算你识相。什么东西也敢跟夫人叫板？夫人放心，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。深宅大院里杀人的手段不一定要用刀，春和院确实近，但那里是府里最阴潮的地方，屋顶漏水，丫鬟婆婆阳奉阴违，哑巴吃黄连的滋味。林柔，你慢慢品尝。景阳，那春和院根本不能住人，被褥都是潮的，那些婆子送来的饭菜也是冷的，我一晚上都受不了了。宋安宁说会找人修，你先忍忍。我不回去了，我就死也要死在你这儿。景阳，你让我搬进来住吧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母亲，儿媳不知如何开口，林妹妹放着自己的春和院不住，昨夜竟搬进世子爷卧房，两人厮混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老夫人，林姨娘太没规矩了，哪家高门大户的姨娘天天赖在世子爷房里的？传出去，世子爷名声毁于一旦。名声？韩景阳3年前若是战死沙场，还是忠魂烈骨，如今带着外使灰溜溜回来，大
大家只会笑他是逃兵。这个林柔岂有此理！把我侯府当什么安葬地方？母亲息怒，林柔没规矩，带坏世子，更会教坏震儿。请母亲恩准，尽快将震儿过继到我名下，亲自降养。孩子现在还小，性子还能掰回来。你考虑的周全。周嬷嬷，去把那2个不知廉耻的东西给我叫过来。母亲，一大早就叫我们来，又有什么事？莫不是姐姐听说夫君疼爱我，心里难受，特意来告状？秋菊，掌嘴！你小小姨娘竟敢对夫人不敬，该打！你个贱婢敢打我！进了屋子，不向长辈行礼，不向正妻请安，还敢没规矩称呼世子夫君！身为姨娘，不守妇道，天天赖在世子房中厮混，败坏侯府名声，更是该打。宋安宁，你这个毒妇，当着母亲的面动用私刑，你别太过分！母亲，您觉得儿媳过分吗？不过分，这种狐媚惑土的贱人，打死都不嫌多。母亲，我才是您亲儿子，你怎么事事都听宋安宁的？这些年安宁操持侯府，伺候我，替你养什么？你失踪3年，死活不知，一回来就为了个贱人处处顶撞生母，还有脸开口？老夫人，是夫人欺负我，她故意把我安排在漏雨的春和院，那里不是人住的地方，我才求世子让我搬过去。母亲，当初林姨娘说想离世子近些，我便安排了最近的春和院。屋顶漏水，我已安排工匠修补，只是需要时间。可林姨娘却以此为借口，钻进世子被窝。既然世子爷如此厌恶这侯府主母的位置，儿媳不要也罢。逆子，我看你是真疯了！母亲，您为了一个外人又打我！外人，安宁是你的发妻，是侯府明媒正娶的主母。春和院虽然破旧，那也是侯府的院子。当初你们在边境能活下来，一回京城连个破屋子都住不得，分明是这贱人找借口接近你。我没有。柔儿接近我是因为心里有我，有什么错？母亲，您为什么针对她？第一巴掌是做给我看，第二巴掌是婆婆被亲儿子蠢出的真心实意。韩景阳越是护她，婆婆越是想让她死。世子爷，你还没看清局势。你失踪3年带回外室，名声本就毁誉3半。说的不好听些，陛下若深究，你就是逃兵。再加上你宠妾灭妻，侯府爵位到你这儿就断了。这点小事，不至于动摇爵位吧？至于。韩景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废话少说，从今日起，韩真过见到安宁名下，既做侯府嫡子，由安宁亲自抚养教导，与那贱人再无干系。老夫人，这儿是我带大的，她离不开我。我意已决，把这个魅惑世子的贱人拉下去，关进柴房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他出来，违者乱棍打死。景阳救我！景阳！母亲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！你这是在逼我恨你！站住！你若敢踏出这个屋子去寻他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进侯府大门！对，你们就继续这样伉俪情深，继续忤逆母亲。总有一天，你们会耗尽母亲对你们的耐心。真是个讨债的逆子！母亲息怒，世子爷只是一时被迷了心窍。虽然他做了错事，但毕竟是侯府唯一继承人，是您的指望。这侯府能继承爵位的，可不只有他韩景阳一个。他若是再不知好歹，这世子之位，换个人做也未尝不可。儿媳不敢妄言，母亲早些歇息，儿媳先带震儿回去。这是我爹爹买的，不许碰。这是祖母给我的，你就是没人要。我娘说宋安宁是坏蛋，你就是坏蛋的孩子。等我爹爹当家，就会把你们全赶出去。震儿，你娘还教了你什么？我娘说，当初我们在关外过得好好的，要不是爹爹非要回这破地方，我们还在大草原上骑马打猎呢。大草原，关外。震儿，你以前住的地方离咱们大庆国的边境很远很远。当然，爹爹说我们要穿过一整片戈壁，那是塞外敌人的地盘，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呢。当初我派人杀进边境，一无所获，原来他带着林柔躲到了关外敌国领土。难怪在关内怎么也寻不到，原来是钻进了塞外敌人的老窝。
韩景阳，你以为带回的是救命恩人，却不知自己带回了一个足以让侯府满门抄斩的催命符。林姨娘，您快想想办法吧！夫人正变着法子虐待郑小少爷呢，那韩月天天欺负他，郑小少爷哭得嗓子都哑了，没人敢管啊！你说什么？那个贱人竟敢动我的震儿！拿着，去告诉世子爷，就说我病得要死了，求他见我最后一面，快去！夫人，林姨娘给了奴婢镯子，请世子爷过去呢。去吧，成全他，不放他出来，这火怎么烧得旺？只有韩景阳闹得越大，母亲才会对他越失望。我看谁敢拦我！柔儿病成这样，你们这群刁奴竟视而不见！快去请大夫！母亲，我要母亲！走，找母亲告状去。母亲不好了！世子大发雷霆，直接冲进柴房，把那个关禁闭的女人救出来了。什么？逆子！这个逆子，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可不是呢，那林淑妹手段厉害，您教养世子爷10几年，抵不过她在世子身边陪的3年。为了个贱人，他竟敢当众打我的脸！母亲，世子爷回来这么久，可曾告诉你，他失踪这3年多，到底躲在哪里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看来婆婆知道韩景阳在关外，却为了保住儿子的命瞒着我。可惜她低估了林柔的身份。母亲，林柔能让世子如此死心塌地，恐怕不只是因为情分。什么？林柔有可能是细作？想来世子爷也告诉了您不少事情，母亲可以看看这纸上写的日期和地名，与他说的能否对得上。全对上了。景阳说他和林柔这3年一直住在关外戈壁，可他口口声声说林柔只是流落边疆的大清女子。母亲，他撒谎了。世子爷或许知道他是庆国人，却不知道他是细族，甚至含着那个孩子，也极有可能不是世子爷的亲女。你说什么？安宁，这种事关乎侯府血脉，可不能乱说。你是如何得知的？世子爷带那女人回来时，我便留了心眼。我派人拿着林柔画像去边境调查，刚好有庆国商队路过京城，里面有人认识林柔。那人说林柔是他朋友的相好。那人亲口所言，林柔早在3年前就在庆国内地怀了身孕，后来突然不辞而别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母亲，你想，一个怀着孕的女子，为何要跑到战火连天的边境去救敌国将领，甚至隐姓埋名，和敌国将领在荒原里生活？林柔有姘头是真，怀孕是假，但影子种下，她这辈子都洗不干净。这也不能断定她就是细作，万一双方胡言乱语呢？细作的事没法下定论，但林柔是庆国人的事铁板道定。母亲，其他的事儿不谈。如果让人知道世子爷在战场失踪后去了庆国，还和庆国的女子成亲生子，让有心人知晓，说我们通敌叛国，您想想后果会如何？到时候整个侯府都要陪葬，您最疼爱的月儿也要跟着那逆子人头落地。母亲，事到如今，林柔到底是不是细作，韩震到底是不是世子爷的亲儿子，其实已经不重要。不重要，这关乎侯府血脉，关乎老身的孙子，怎会不重要？重要的是，别人一定会拿林柔母子的身份做文章。只要有人想对付侯府，林柔就是现成的刀子，韩震就是实实在在的把柄。若林柔只是个普通女子，就算她入府当了妾，再如何吃醋闹腾，儿媳也绝不放在心上。毕竟世子爷死里逃生，多纳几房妾室，多生几个庶子，原本也是侯府的福气。可林柔母子身份不明，一旦被人揭露曾居于敌国关外，咱们全家都要背上通敌的罪名。到那时，侯府百年基业烟消云散，全家老小万劫不复。母亲，儿媳请您裁决。我知道了，这侯府还轮不到那个贱人做主。走，先随我过去看看，看我那好儿子到底被迷成了什么样，看他是不是真要为了个细族，拉着全府去陪葬。世子爷，妾身受夫人错摸也就算了，夫人竟然还虐待震儿，她可是您的亲骨肉啊！夫人这是要绝您的后，给那个野种腾位子。林柔，你骂得越欢，死得越快。父亲，母亲没有虐待哥哥，她给哥哥的糕点跟我是一样的，甚至比我的还要好，我都看到了。你个小杂种，你过来干什么？哥哥跑出来了，躲在花园哭，母亲担心他走丢，让奶妈带我来找哥哥。他会这么好心？韩月，你少在这儿装蒜，分明是你想欺负震儿才故意追过来的吧？你刚才是不是推他了？我没有欺负他，我是想找他一起玩。你有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怕震儿抢了你的嫡子之位，所以想害他。疼，我没有，我不是野种，母亲说我是侯府的孩子。你就是野种，你这种没名没分的东西！
林柔啊林柔，你骂谁不好，偏偏骂婆婆的心头肉，你今儿个算是彻底废了。贱人，你在干什么？贱人！母亲，你为什么总是欺负柔儿？逆子，真是逆子！来人，林姨娘不守妇道，残害子嗣，即刻杖毙！老夫人，冤枉了，我没有残害子嗣。没有，我亲眼看到你掐月儿，亲耳听到你叫月儿野种。看在景阳和韩真面子上，我想留你一命，可你妄想残害我的月儿，给你的儿子腾位置，侯府留你不得。放开他！还不快拦住世子爷！景阳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柔儿！振儿，你的娘亲是宋安宁，不是这个贱人。林柔才是我的母亲，宋安宁不是，宋安宁是贱人。谁教你叫我贱人？你就是个贱人！你们杀了我母亲，我也要杀了你们！母亲，世子爷被这妖女迷惑，如今已经废了，你要为另外一个儿子考量。既如此，那就送他上路。但这个孩子，好歹是我侯府的血脉。您今日当着这个孩子的面，亲手下令杀了他的母亲，这血海深仇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您就算把他留在身边养着，也是养着一个随时会反咬一口的仇人。而且，他到底是不是您的亲孙子，还说不准呢。他可是庆国人。如果韩真继续留在侯府，韩景阳必然更加偏心。到那时，韩月别想拿到侯府的一针一线。母亲，我说的不好听些，您100年之后，韩月怎么办？谁来护着他？我知道您多少舍不得韩震，但您更应该为韩月的长远考虑啊！我要告诉爹爹，你们欺负我！那就留他一命，送去山庄，任他自生自灭吧。放开我！你这个老太婆！我要让爹爹把你们统统赶出去！把我放开！尘埃落定，林柔死了，他的孽种也灭尽尽，我也终于能换个活法了。不用你假惺惺。柔儿呢？死了。你说谎，我不信！是不是你？肯定是你害了他！下令杖杀林柔的是你母亲，母亲让他关禁闭，他怂恿你救他，你违抗母命放了他，母亲当然生气。林柔欺负韩月，你在旁边看着也不阻止，母亲自然要杀他。母亲为什么容不下柔儿？你也是害死林柔的帮凶。你说什么？原本他不用死，是你纵容他骑在我头上，是你一再忤逆母亲，是你纵容了他的恶，是你放他出来激怒母亲，是你看着他欺辱韩月无动于衷，是你害死了他。韩景阳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真是个懦夫。林柔是你害死的，不是我，是母亲杀了他。对，是母亲杀了他，可你又能如何？你就是个懦夫。
杀了柔儿，你凭什么杀她？放肆！我是你母亲，不是我母亲，你是杀人凶手！林柔是细作，死有余辜。她不是，是你容不下她，是你非要她死。你这个逆子，为了一个女人，连亲娘都不认了。那我的振儿呢？你把我的振儿弄哪儿去了？你还敢来问我？那个孽种自然是送走了，我留他何用？那是我儿子，是我韩景阳的儿子，你有什么资格送走？那是细作的孽种，留在府里，你想让侯府满门抄斩吗？你想让全族给你陪葬吗？你还我老婆，还我孩子！我的腿，我的腿！母亲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？居然生出这么个逆子！母亲别哭了，他为了那个女人，连我都敢推，我这腿要是好不了，可怎么办？婆婆的心越来越冷。如果她只有韩景阳一个儿子，再闹也只能忍着。可现在她有了韩月，就有了更多选择。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这么高，穿着青色衣服？侯府人手在我手里，她调动不了，钱财也在我手里，她没法拿钱找人。她害得婆婆骨折，婆婆正在气头上，她找婆婆做主也没辙。她这副姿态倒让我惊讶，倒还有几分真感情，难怪能为林柔贬妻为妾。可想表演深情，牺牲自己，我当她是真深情；牺牲我来成全他俩，算什么？林柔挨欺负，她无法保护；家人矛盾，她无力调和。这种男人无能又自私。滚！都给我滚！韩景阳把婆婆当仇人，婆婆十分伤心，心越来越凉。原本婆婆只有她一个儿子，再闹也得忍。现在她有了韩月，韩景阳的存在只会给韩月招祸。既然你如此生气，那就去下面陪她吧。夫人，松锦院那边闹得厉害，世子爷咳得像是要吐血了。去请个大夫来看，动静闹大点儿，别让人说侯府苛待了世子爷。夫人，世子爷是风寒入土，又兼酒毒伤身，最要紧的是心绪郁结，三症并发，怕是得好生将养。秋爷，照方子抓药，挑最稳妥的丫鬟过去伺候，面上功夫我自会做足。韩景阳，你就慢慢在那病榻上腐烂吧。老夫人，您的腿还没好利索，等过2日再去瞧世子爷吧。他推我下台阶时，我恨不得没生过这个畜生。可听着那咳嗽声，到底是我的儿子。我去瞧瞧，就看一眼。老夫人现在正准备去看望世子。知道了，这就是母子天性。我在等婆婆心里最后的一点火苗被韩景阳亲手浇灭。去，把月儿叫来。母亲，月儿，帮母亲一个忙好不好？好。把这碗药端给你父亲，让他把药喝了。父亲，韩景阳回来这些日子，眼里只有林柔和韩震，对韩月从来都是视若无睹。在韩月心里，与父亲之间的关系，大概还不如院子里那只大黄狗亲近。对，你父亲，他生病了，需要喝药，你给他端过去，叫他一声父亲，他就会高兴的。可是他不喜欢我。谁说的？他说的。上次我在花园里玩，他看见我就说我是野种，还让我滚远些，别脏了他的眼。他生病了，生病的人说的话不能当真。真的吗？真的。
他是你父亲，你是他儿子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你给他端药叫他一声是尽孝道，不管他怎么对你，你做了该做的事，心里就不会亏欠。可是我怕他骂我好凶，我晚上做噩梦了。侯府人人都知道韩月是收养的，我不能让他一辈子躲着，他得学会面对。他骂你是他不对，可你若怕他骂就不去，那以后怕的东西会越来越多。你难道想一辈子怕他吗？你祖母待你好不好？好。你若能去端药叫他一声，祖母知道了会很高兴。你不想让祖母高兴吗？母亲，我去。去吧，把药端稳了。父亲，该喝药了。是你，你来干什么？母亲让我给父亲端药。野种，谁让你来的？是不是宋安宁那个贱人让你来毒死我的啊？哭什么哭？宋安宁那个贱妇害死了我的柔儿，现在又让你来害我，你们都是一路货色，都是蛇蝎心肠。我不是，母亲没有要害你。你还敢顶嘴？你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野种，你也配叫我父亲？你也配踏进我的屋子？滚！给我滚出去！祖母，祖母，父亲骂我，他说我是野种，他说母亲要害他，他打我，他把药碗打翻了，我好怕，祖母，我好怕。怎么，你也来看我死了没有？景阳，我是你母亲，来看看你。母亲？哈哈哈哈！你杀我妻子，送走我儿子，把我害成这副鬼样子，你现在跟我说你是我母亲？林柔是细作，韩震也不是你的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柔儿不是细作，你看见没有？苏安宁那个贱人让这个野种来给我送药，他想毒死我，他想让这个野种继承爵位，你瞎了吗？景阳，那是你的儿子。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是野种，是宋安宁偷人生下来的野种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和宋安宁串通一气，弄个野种来抢震儿的位置，你克死了我爹，现在又来克我！你这个心狠手辣的老妖婆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去死啊！老夫人，祖母，你怎么了？装什么装？吐2口血就能让我原谅你了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为了那个野种杀了我的柔儿，现在又想弄死我，你还是人吗？还是我娘吗？走，扶我走。40年的母子情分，在这一刻终究是断得干干净净了。韩景阳，你亲手掐灭了婆婆心里对你最后的那点不忍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说实话，看到月儿那副模样，我有一瞬间的冲动，想冲进去把韩景阳那张嘴撕烂，可我没有动，因为我等这一刻等了太久了。婆婆的心还差最后一刀，而这一刀是韩景阳自己亲手递上来的。夫人，小少爷他哭得太可怜了。去把月儿接回咱们院子，给她换身干净衣裳，好好洗洗脸，再给她拿2块桂花膏压压惊。告诉月儿，她今天做得很好，母亲很欣慰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嬷嬷，母亲这几日可好些了？松景院那边，母亲是不是还在生气？夫人，老夫人不是生气，是心死了。心死了，就什么都无所谓了。贱人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原来人到了这一步，跟路边的野狗没什么区别，都是喘着气等着死，谁比谁高贵呢？世子爷，药是刚熬好的，趁热喝了吧。这可是母亲特意嘱咐，用了名贵药材。毒药，你要毒死我！世子爷说笑了，这可是大补的药，能吊着您的命，让您长久的活着。柔儿、震儿，宋安宁这个贱人害惨了我们。好生伺候着，该吃的药一顿不少的灌下去，该吃的饭一口不落的喂进去。
面上绝不能让人挑出毛病。是夫人。韩景阳，你的命该到头了。我要用药吊着你的一口气，让你清醒地看着自己，在这无尽的病痛和众叛亲离中，一点点烂成泥。听说了吗？世子爷在庆国那3年根本不是受伤失忆，是投敌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还听说他带回来的那个女人是庆国细作，专门来祸害咱们大宣的。那还有假？有人亲眼看见他在庆国住的那条街过得可滋润了，就是个贪生怕死的逃兵。夫人，外头传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说世子爷是蔑视国法，侮辱光烈。传就传吧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咱们管不住。这些传言可是我特意派人传出去的。3人成虎，韩景阳，你的名声在京城可算是臭了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外头有人向陛下进言了，说世子爷临阵脱逃，在敌国苟且偷生，不配承袭爵位，还说世子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请陛下削掉侯府的爵位。削爵，要削掉老侯爷拿命换来的爵位。母亲别急，事情还没到那一步，陛下不是还没下旨吗？母亲，您心里明白，世子爷已经废了，他现在视我们为仇敌，他活着就是别人手里的把柄。今天能有人拿庆国说事，明天就能有人拿他推您下台阶说事。倘若再出漏子，咱们全家都要掉脑袋。您就算不为安宁考虑，也得为月儿考虑啊，那是您最疼的孩子。难不成要让他跟着韩景阳一起背着通敌的罪名去死吗？他如何？假如世子爷当年没回来就好了，他永远是侯府的英雄，是月儿引以为傲的父亲，而不是一个逃兵。那就送他上路吧，他一死，就没人再说什么了。好。柔儿，快走，他们要害我们。世子爷，老夫人疼您，怕您夜里咳嗽受罪，特意让老奴送点酒来，给您暖暖身子。老夫人，世子爷去了。母亲，风大了，既然事情已了，你也该回去歇着了。往后的路还得您带着月儿走。他走的时候可曾受罪？回老夫人，世子爷走得很安稳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走得安稳好，他这一辈子折腾够了，这回总算是不折腾了。韩景阳，你终究是死在了你最亲的母亲手里，你不忍也就别怪我不义。夫人，您一滴泪都没流，若是让人瞧见了，怕是会说您冷心冷肺。哭？韩景阳恨我入骨，等他病好了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我碎尸万段。他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，是世子，要弄死我，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就像我那个梦里一样。我没有娘家，没有依靠，这世上能护住我只有我自己。我不心狠手辣，死的就是我。这个道理，从我嫁进侯府的那天起，就刻进骨头里了。陛下，老身管教不严，犬子不争气，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终究是没能留住。判准其子韩月承袭世子之位，望其继承祖制，克勤克俭，钦此。母亲，接了这块绸子，月儿是不是就能见到父亲了？月儿乖，你父亲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这侯府的主人，母亲会一直守着你，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。韩景阳，你死了
一切恩怨也都消失了。这侯府终究是落在了我的手里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如果韩景阳争气些，如果他没有死在外面，没有带回那个女人，没有闹出这些事，那该多好。可这世上从来没有如果。安宁，景阳下葬那天，我这心里最后一口气也就跟着埋进土里了。母亲多虑了，您还得看着月儿长大，看着她娶妻生子，承袭侯府的荣光呢。我的身子我自己清楚。他确实没多少日子了。韩景阳的背叛，那一推摔断的腿，还有亲手送走儿子的痛，里里外外早把他掏空了。母亲宽心，儿媳会一直守着您。我对他好，是因为他还有用。可若说没有感情，这些年他也确实在我最难的时候拉过我一把，这也算是留给他最后的体面吧。安宁，我知道很多事情都有你的手笔，从你劝我留下那个孩子开始，到管家权，到月儿的身世，到林柔的死，再到景阳的病，我都知道。我不是傻子，你做的那些事瞒不了我。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就让它过去了。你比我狠，比我果断，你比我更适合撑起这个韩家。景阳他从来就不是你的对手。你别说话，让我说完。该死的都死了，你也放下吧。我最放不下的就是月儿，她还那么小。母亲放心，只要她不知道真相，我就会好好待她。只要不知道真相，永远不要让她知道，我才是她的母亲。以后你不要溺爱她，我就是太过溺爱景阳，才让她变得那么没脑子。月儿该打就打，该骂就骂，要历练她，不要心软。儿媳记下了。母亲，让月儿进来，和您聊聊吧。母亲，祖母怎么样了？月儿，祖母非常想念你的父亲，你能不能假装是你父亲，叫他一声母亲，让他走得安心些？月儿，你答应母亲好不好？母亲，我骗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儿子，到母亲这边来。母亲，从今天起，这侯府就是我的天下。如父，还我爹娘命来！我要杀了你们！呸！疯狗，你竟敢在老夫人的灵堂前见血！来人，把他拖到后院，乱棍打死，扔到乱葬岗去喂狗！慢着，夫人，伤口太深了，快请大夫吧。呸！苏安宁，杀了我！你有种现在就杀了我！我到了地底下，我爹会拉你进地狱，我妈会剥了你的皮！你这毒妇不得好死！想杀我报仇，就凭这把连柴火都砍不断的烂铁片，瞧瞧你现在的德行，像条野狗一样趴在地上，连我一根头发丝都伤不到。想见他们是吗？你是想去见那个在战场上当逃兵的韩景阳，还是去见那个临死都把你当工具的林柔？闭嘴！不许你辱没我爹娘！他们不是那样的！辱没，真相往往比谎言更难听。若是真想见他们，就带上你那点可笑的恨，爬起来，跟我走。下去，跪着。爹娘，
阿正没用，杀不了那个毒妇。你是怎么从山庄跑回来的？那个庄子不是人待的地方，管事的天天打我，让我吃猪食。我不甘心，凭什么你们在侯府穿金戴银，我爹娘却埋在这种鬼地方？我翻墙逃出来的，腿摔断了我就爬，我在破庙里躲着，跟狗抢食，走了2个月。宋阿宁，我活着回来就是为了索你的命。2个月能活着回来，韩震，你比你爹有出息。既然你想活，那就留下这条命吧。夫人，留他在府里是请个阎王爷回来呀，他刺伤了您。国有国法，家规严禁，怎能纵容行凶之人？从今天起，你住进西跨院。秋菊，给他请最好的师傅，教他识字武艺。我不进他的祖，若是你日后本事大了，想杀我报仇，我绝不躲闪。但在那之前，你得给我像个人一样活着，别对不起你好不容易捡回来的命。夫人，这2个孩子现在倒是处得好了。正哥儿懂事了不少，读书练武半点不敢懈怠。韩真本质不坏，从前乖戾不过是因为没人教，还是夫人心善，换了旁人早把这狼崽子赶出去。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接纳韩真。放开他！来人！什么人，竟敢擅闯侯府？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来带我自己的儿子回家。你说什么？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韩震，你给老子记清楚了，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你娘林柔从头到尾都是我乐荣的女人。你说，你胡说！我爹是世子韩景阳，我是侯府的2公子。哈哈哈哈！韩景阳，那个被女人耍得团团转的废物，他当初在边境重伤，是我的人把他从死人堆里抠出来的。林柔为了上位，主动钻进老子的被窝。你出生时，韩景阳那个蠢货还真以为你是早产。闭嘴！别说了！我不管他是谁生的，现在他是我宋安宁的孩子，你赶紧放了他，否则我绝不放过你！哼，宋安宁，你这个毒妇，竟还真对这野种生出感情来了。既然你这么想要他，那我就送你们这一家子假仁假义的东西一起上路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他说我是野种，我是你仇人的种啊！你不是最恨我娘吗？在这侯府里，你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我的孩子。韩震，不要听那些肮脏的东西，你要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你醒了。别动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儿叫我来做就行。这孩子到底是改了性子？夫人，病了一场，身子倒拔高了不少。这是按你现在的尺寸裁的，试试合不合身。谢夫人费心。韩震，你心里的结太深，我不急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能放下对我的戒备。夫人，您对2公子真是掏心窝子了。那衣裳上的绣样，奴婢瞧见您灯下亲手改了3回。上次受伤，他日夜守在床边照顾，我待他好也是应该的。母亲，
谢谢母亲为孩子做的衣服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。